就在我身后，就是传说中佛陀当年留下的圣水池。佛陀预言说，未来会诞生一个伟大的佛教王国。金色的塔尖上数十公斤，用纯黄金打造的。而素铁山呢，从此不再只是一座普通的山而已。我现在也似乎明白了，当年白象为什么会背着舍利上素铁山。我想，很多人来到清迈，都会觉得这里已经足够古老了吧？但如果把时间从古兰纳时期再往前推600多年，你会发现，在清迈古城以南26公里的地方，还存在着另一座更古老的王国。在古代，它的名字叫做哈利奔猜城，也就是今天的南奔古城。而更让我惊讶的是，让这座古老王国诞生的一位关键人物，竟然就是我在帕拉寺见到的那位库什道士的神像。他就是鲁西瓦苏德。帕拉寺的僧侣告诉我，瓦苏德是古代传说中在素铁山中修行的一位圣人。我按照僧侣的指引，终于来到了南奔查玛代维女王的寺庙。在这里，我了解了更多关于瓦苏德的传说。原来，在清迈古城诞生600多年之前呢，瓦苏德就已经参与了建立泰北古代第一座王国哈利奔猜城，就是今天南奔古城的所在地。而关于瓦苏德的传说呢，直到今天还在当地世代流传。传说在7世纪，南方罗窝国有一位公主叫做查玛代维，她受邀北上，建立了哈利奔猜王国。而邀请她的人正是鲁西瓦苏德。在传说中，鲁西是不同于僧侣的修行人，他们不仅是修行者的身份，同时也是懂医术和费陀罗星象学、会占天观地的智者。而关于女王和鲁西的传说故事，开始于佛陀在距离今天2600多年前留下的预言。瓦苏德深信佛陀留下的预言。佛陀预言说，在平和流域的这片土地上啊，未来会诞生一个伟大的佛教王国。瓦苏德在当时啊，其实已经算是当地众多部落中最有威望的长者，而且他还是当地最大部落拉瓦族部落酋长的儿子。顺理成章的话，他本可以一统所有大小部落，成为最高统治者。但作为一名修行者啊，瓦苏德深知自己的使命其实并不是作为统治者而存在的。于是他顺着平和南下，去到了当时文明程度更为发达的罗窝国，迎请该国的公主查玛代维，一同北上，共同规划建国建城。从此便开启了哈利奔猜城王朝的历史。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鲁西瓦苏德既想统一所有部落，去建立一个更为文明的大国，却又不想做国王呢？这就要从刚才提到的佛陀预言说起。根据查玛代维宗谱和哈利奔猜圣纪编年史中的记载，在距离哈利奔猜王朝更早的1000多年前，也就是距离今天2600多年前，佛陀释迦牟尼曾游历到南奔，并与弟子阿难陀停留在今天南奔古城东边的卡莫山。传说中提到，当时这里正逢干旱无水，于是佛陀便施法，让这里有了一处圣水池，并留下了预言，说道：未来这片土地上将诞生一个神圣的佛教王国，而自己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舍利也必须用到这口圣水进行沐浴和清洗。
为了亲眼目睹一次佛陀留下预言的圣水池，我决定再次出发，前往南奔古城东面的卡莫山。没想到，真正让我驻足的是一路上的田野、山村美景。我想做点诗词去形容此刻的心境，可又觉得自己道行不够，那就借用古人的经典吧。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在想，人生的后半场，若能寻得这样一处归宿的话，何尝不是一种福报呢？只是在这个世上又有几人愿意放下樊笼，回归自然呢？佛陀留下的圣水池就在卡莫山的山顶。从山下的寺庙开始登上山的话，一共要登1700多个台阶，来回就是3000多个台阶了。不过对于常在山里修行的我来说难度其实并不大。中途累了，还可以在凉亭打打坐，休息休息。直到2600年后的今天，这口圣水池依然被完好的保存。就在我身后，就是传说中佛陀当年留下的圣水池。让我觉得非常神奇的是，关于这个佛陀的预言传说，并不是像其他很多千年神话一样，只靠一句模糊的传言口口相传下去，而是几千年来不但保留着神话的遗迹，还有很多出土的石碑也有相关记载。佛陀留下预言的1000多年之后，到了瓦苏德建成的时代。瓦苏德根据传说来到了卡莫山的圣水池，他用圣水池里的泥土制作了5个护国佛牌，分别埋藏在哈利奔猜的4个角落和城中圣庙的塔底。这5个佛牌分别是帕罗佛，保命与逃离灾难之王；帕空佛，稳固与刀枪不入；帕邦佛，慈悲与化解仇恨；帕逢佛，财富与步步高升；帕亮佛，母爱、养育与后勤守护。传说中讲，这5枚护国佛牌共同构成了当时哈利奔猜王国的一道灵性防线，就是类似传说中的道家法阵一样。不过后来呢，这些佛牌在数百年前就已经被人陆续挖出，因为这些佛牌价值不菲所以目前流散在一些顶级收藏家手中和皇家寺庙的秘密博物馆当中。以后有机会我会再挖一挖这些佛牌的故事，和大家讲一讲。佛陀离开卡莫山后，他去到了平原中央的一块红土高地上，也就是今天哈利奔猜寺所在的位置。据传说，
佛陀在这里接受了当地人的供养，吃了一个椰子，然后走到一处地方，并埋下了自己的一根头发，并再次留下了预言。他说，在我涅槃1000年之后，这里将会出现一位女王，建立起一座繁荣的佛教国度。再过数百年之后，人们将在这里发现我的真正舍利，并建造一座大佛塔。果然，过了1000年之后，到了哈利奔猜王国的第33代国王阿迪塔拉王的时代，国王亲自在自己的王宫地下发现了佛陀的舍利，并在挖出舍利后拆毁了王宫，就地建造了佛塔，以供奉舍利。而这段历史也被记录在哈利奔猜寺佛塔编年史和查马代维宗谱当中。虽然是在11世纪的阿迪塔拉王发现了舍利和建造了这座佛塔，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高46米、全塔贴金箔的佛塔，其实并不是它1000多年前最初的样子，这是它经历了多次修缮后的样子。佛塔最初的模样是一座大约15米高的红砖佛塔。后来到了15世纪，兰纳王朝吞并了南奔后，蒂洛卡拉王下令对佛塔进行重建和扩建。从这个时候起就兴起了对佛塔贴金箔，以表示虔诚。后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不断的经历修缮，才有了今天的样子。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金色的塔尖上悬挂了9层重叠，用纯黄金打造的华盖。这些华盖据说有数十公斤，上面还镶满了红宝石和绿宝石。据说这座佛塔在泰北佛教界是有着至高无上的塔王地位。如今这座佛塔也依然矗立在南奔古城的中心。关于佛陀留下预言的故事依旧被代代的相传，而我也开始理解为什么鲁西瓦苏德会把王位拱手于人，还努力协助建造王城。因为他深知一个道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他和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一样，从小是看着这些圣迹和听着佛陀的预言长大的。又因为瓦苏德身为一名修行者，所以他也懂知天命、顺天命、成天命。当他观察山川、看河流、查地形之后，最终认定了眼前这片土地一定就是佛陀预言中的那个繁荣的佛教王国。所以他迎请女王共同规划建成，亲自一步一步将流传了1000多年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就在哈利奔猜寺的后面还有一个博物馆，这里也有很多关于南奔的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而就在这里，我了解到了许多关于瓦苏德选址建成的传说和记载。根据编年史查马代维宗谱的记载鲁西瓦苏德选址建造哈利奔猜城的过程可总结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佛光启示阶段。传说在建成之初，鲁西瓦苏德长期在北边的甘蔗象山中修行。其实甘蔗象山就是今天的素铁山，因为那个时候
还没有被赋予神圣的光环，所以连名字都非常普通。瓦苏德在一次深度禅定当中，他看到了在平原南方远处有一处红土高地，正在散发着锐气和佛光，而这里正是1000多年前释迦牟尼留下建国预言的所在地。此时瓦苏德意识到了机缘已经成熟，是到了可以筹建传说中那个伟大的佛教之国的时刻了。于是进入了第2阶段实地勘察。瓦苏德看到佛光后就决定要下山，要亲自前往那个散发着佛光的地方进行现场勘察。他沿着平河顺流而下，去到了那片有红色土的高地。他发现这片高地完美地夹在了平河与光河之间，并且这里的地势比周边要高出数米。两河交汇也让这里有了肥沃的土壤，也因为地势比较高还能抵挡住雨季的洪水。传说中还提到瓦苏德在这里看到了一只老虎和一群鹿在一起饮水并和平共处，互不伤害。他认为这是一种吉祥，代表这里是长治久安的圣地。说到这一点让我想起了之前清迈编年史中提到的7大吉兆。原来古兰纳人喜欢从动物身上获取吉兆是世代相传下来的。于是呢，瓦苏德便下定决心就在这里建成。进入了第3阶段设计城市。确定选址后，瓦苏德认为仅凭他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么大的城市规划。于是他想起了他的好朋友，他联络到了在南方罗窝国金华府里的另一名鲁西苏卡丹塔来协助他。苏卡丹塔随即北上，这2位在太北历史上著名的鲁西此刻便汇聚在这里了。瓦苏德决定将他从天眼神通中看到的海螺的形状作为城池的形状。那么问题来了，在那个时代没有图纸，怎么让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建成呢？传说2位鲁西想到了一个奇妙的办法，他们用了一条具有法力的绳索圈定出了城墙的边界，而这个边界呢，从天空中去看，正好就是一个海螺的形状。到了最后的第4个阶段，一日建成。用绳索设计完成后，瓦苏德便发挥了他的强大号召力。他动员了拉瓦族与各路土著的数万名男丁，顺着绳索圈定的海螺轮廓，只用了1天就把护城河挖出来了，并且用泥土修筑了土城墙。不过说到这里我想科普一下，据历史记载，最初的哈利奔猜城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红色砖墙。今天看到的太北各种红色砖墙实际上都是到了兰纳王朝时期后陆续建造出来的。而就在这个城池建好后，瓦苏德却突然对所有人说我们虽然建造了这座城市，但我是一名修行者，不应该贪恋权力和欲望，所以呢，不适合当国王和治理国家。佛陀当年留下预言，会有一名女王建立王国。而现在呢，在南方罗窝国有一位公主叫查玛戴维，她不仅懂得治理国家，还学习了佛法。所以只有把这位公主请过来当开国国王，佛陀当年留下的预言才算是真正实现了。是传说也好，是历史也罢，其实神话传说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否真实的发生过，而真实的意义是佛陀留下了他的预言，瓦苏德顺应了天意去建成，女王接受了天命做了国王。1000多年前的清迈盆地便从此正式的从部落形态升级到了城邦形态的国家文明。当查玛戴维女王顺利登基，带领哈利奔猜走向繁荣之后，女王希望瓦苏德能留在王城辅佐她，
并奉他为国师。但瓦苏德委婉地拒绝了，他放弃了权力、财富，独自回到了北方的甘蔗象山中继续修行，从此再未出山。关于他的传说也就到此结束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鲁西圣人，便不再称这座山为甘蔗象山，而是用瓦苏德名字中的 Suthep 来为这座山命名。直到如今，只要当地人说出这座山的名字，就自然地会联想到两种含义：圣者居住的神山和吉祥神灵守护的圣山。这段历史传说是不是在历史叙事的方式上让人们觉得有种熟悉的感觉呢？是的，因为这个在道家思想的语境里叫做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近矣。意思就是说，做人要读懂天意，看懂规律，顺势而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处于什么位置，什么阶段适合去做什么样的事情。而在我看来呢，瓦苏德之所以成为一代圣人，流芳百世并不是因为他拥有多大的神通，而是他明白知天命、顺天命、存天命的大道。而正因为他懂得这个大道最终得以民命山，终与山同寿。而素铁山呢，也因为瓦苏德从此不再只是一座普通的山而已，它变成了古今清迈人精神世界里面的一座圣山。我现在也似乎明白了，当年白象为什么会背着舍利上素铁山，为什么白象会路过帕拉寺的时候双膝下跪表示敬意。我也似乎摸到了一条隐藏在兰纳文明背后的精神脉络，所以我打算再次前往素铁山，去了解更多关于这座小人脉圣山背后的故事。我是一个在清迈隐居的小道，用旅行和玩乐的方式去探索大道，这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修行方式。如果各位也喜欢这种方式的话，不妨请关注一下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